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！承接3周年新角色準白的測試影片後，這部影片將為各位詳細介紹準白的專務，也就是鏡滅的詳細測評，強度如何、機制與手感怎樣都會完整的呈現。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吧。首先，我們看一下鏡滅的武器技能描述。技能分為2段式，第一段為向前突刺後發動8次斬擊，隨後蓄力完成11次的小斬擊。那蓄力完成的瞬間，可以再次點擊武器技能，成功點到就會將第2段攻擊升級為影滅中，額外產生小爆炸與提升11次斬擊的傷害。這邊帶各位元素看一下技能，按下去的瞬間朝正前方發動衝刺，卡完以後進入2秒的蓄力，蓄力完以後再次點擊就能釋放影滅中，總體輸出時間為3秒，屬於瞬間傷害類型的武器，實戰價值極高。這邊分段做一下特性的解說。第一段技能具有短暫的控制效果，釋放後2秒需要馬上去點技能，才能夠成功釋放第2段的影滅中。影滅中也具有定身的效果，可以輔助準白將大招的2式打滿。其中第一段衝刺僅對正前方，而8次斬擊會以釋放時的位置斬擊8邊形。打太歪的話，第一段有幾率會空傷害，而第2段全程鎖敵，只需要狂點武器技能，基本上可以完美的釋放。不過如果忘記點擊的話，鏡滅的係數會大幅度的下降，相關係數影片後面會展示，比較建議先養成狂點武器技能的習慣啦。再來我們看到星級的部分，這邊與前幾代武器的提升都差不多，唯一的重點就是鏡滅的紅3星就能獲得對人類額外15%的傷害提升。繼智妍之後最強對人武器就是鏡滅了，瞬發特性加定身搭配追蹤，智妍的升級版當之无愧。那再來看一下突破的部分，一階提升影滅中的2次斬擊，準白使用時提升4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提升的部分是影滅中，也就是第2段有再次點到才有所提升，所以放完之後狂點的習慣還是要養成一下。影滅中釋放不可延遲，沒有按到就會自動降階，變成普通的影滅。那2階導向只提供 1.3 倍的爆傷與20%的爆率。3階這邊的效果為增加定身的時間，也就是影滅中打中時的暈眩時間，非準白使用增加 0.4 秒，準白增加 0.8 秒。不過我個人覺得幅度與效果不太明顯，提升強度非常的有限。4階提升武器的傷害 10%， 對比2階期望值總體提升倍率為 1.087。那5階提升爆傷為 1.5 倍，爆率 30%， 強而有力的提升上限與總體的輸出平均。個人推薦突破階數為1245，相關係數請看下一個部分。這一次測試中，主播使用渣渣與準白來進行測試，裸裝經計算後，總武器攻擊力分別為2744與4337。我知道你們不想看一堆測試，所以直接放結果。首先，如果沒有點擊影滅中，第2段影滅的傷害約為影滅中的1半，而正常釋放時，第1階段與第2階段的傷害比重約為1比1。那這張圖就是全部的測試精華，整理了給非準白與準白拿，還有沒按到與打人類特攻的全部係數。基本上沒按到影滅中，相當於傷害打7折，而正常釋放時滿階給準白的期望係數來到了 15.983， 4捨5入下差不多16，也是穩穩的以版本的趨勢在上升。打人類的期望值可以到 18.38， 基本上看到人類掏鏡滅是絕對沒錯的。那這邊主播幫各位比較一下其他武器相對於鏡滅的強度。以縱向對比來看，不明之刃給非斬拿常規係數約為 14.24， 鏡滅給非準白拿係數為 15.12， 也就是說不考慮被動非斬之力的情況下，連非斬主武器換成鏡滅都有顯著的提升。尤其是家族戰中，非斬常用來當首發獻祭，4刀搭配不明之刃反而會拖到整體的節奏，這邊就很適合抽一把滿階出來替代。不過打野獸的部分，不明的係數相對於鏡滅還是有高一些的，背板野獸王仍有出場的空間吶。至於打人類的部分，鏡滅就是第一，沒有人可以在這個部分超越它。然後跨屬性的橫向比對中，鏡滅的非準白常規係數同給位裡的雙生平齊，也就是如果角色拿的並非同屬性專武，副武器都可以直接換成鏡滅，強度上完全足夠替換大部分的武器。這邊需要的可以先自行截圖。撇開優秀的係數，想抽專武的一定要知道實戰中的重點。這邊主播找了8大重點來進行測試，每個部分都十分重要，建議認真觀看。首先是大招卡武器的問題，因為鏡滅的2式需要去主動點擊，否則傷害會銳減只剩下70%。這邊主播在開大時同時使用準白大招，因為1式時無法使用武器，這邊同時開來觀察一下效果。
可以看到滅字的出現，代表同時使用能直接升級為隱滅中。至於準白進入斷空斬前釋放武器的話，同樣的也能自動放出隱滅中，所以不用太擔心大招卡到武器。另外，消失後自動升級的特性，用落青實測結果也相同。消失前開武器也會出現隱滅中，所以基本上任何會卡到武器釋放的大招都不會影響到鏡滅的第二段。再來是遁地與閃現中的控制，面對打跳劈時的遁地動畫，鏡滅傷害從0階開始就能夠完全打滿。這邊是5階的輸出情況，可以看到爆炸後血條仍有跳動，而使用1階的副武器效果也相同，代表遁地中可以進行攻擊。不過因為1式只有小定身，銜接2式面對閃現中的 BOSS 有概率造成全空。這邊打完第1段之後，第2階段的定身效果有產生，但是傷害是全部落空，所以說過動兒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再來是背板能力，如果貼背可以打中風遁與第2階段，傷害約還有80%，常規係數在12上下浮動。不過如果是遠背板，傷害就會只剩下自動瞄準的隱滅中，係數就只剩下大概一半了。再來是打不可消除的 BOSS， 鏡滅沒有消除不可消彈幕的能力，所以需要一邊開一邊躲，命中時會導致板則暫停。不過熟悉的玩家可能會需要練習一下。好在鎖敵範圍算廣，就算在畫面外，只要 BOSS 還在正前方，就能夠打滿傷害。再來是上天的 BOSS， 第1段跳得夠高可以打中，第2段為全圖鎖敵，能夠偵測到就能夠打中。而同時開的部分，主副武器各自的技能獨立，不會互相影響釋放，但磨刀石連續開需要等正式服才能夠實測。再來是跑圖保命能力，跑圖中釋放的清場範圍不小，並且沒有敵人也能夠釋放隱滅中。第1式的釋放不會造成跑圖延遲，但第2段會有一個慢動作幀，些微影響跑圖的流暢程度。最後是消除彈幕與蓄能效果，這邊以虎皮的能量板來進行測試。因為鏡滅2段技能都有小控制，所以在蓄能上沒有辦法吃到太多紅利。1式消除彈幕的能力不錯，可以大範圍的清除攻擊，但2式的能量獲取就較低，蓄能只能算是中規中矩。來總體評價一下鏡滅這把武器，係數極高，為當前版本的 T0， 機制不錯。第2階段有追蹤有定身，面對過動 BOSS 能夠提高命中度。保命略差，遇到不可消除的 BOSS 需要更加謹慎，但瞬發無可替代。3秒鐘的輸出時間，必兼紫電與雙生，在風系領域妥妥的最強武器，逐電為風系的必抽。那如果缺一把強力的副武器或者備戰未來的人類 BOSS 也推薦抽取。突破階數以1、2、4、5為主，3階偏無感可以再觀察。主播自己會抽一把5階來面對未來版本可能出現的大量人類 BOSS。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，關於鏡滅的全部介紹，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在影片下面提問，主播會盡快回復。還沒看過準白測試影片上下集的推薦去看，搭配鏡滅準白才是完全體啊！那就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，拜拜。